说追杀亡灵千年的拓森就是传承给亡灵记忆的图斯本人，背后藏着的是一个强者对自己最残忍的算计。为了突破那层看不见的天花板，他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理智的野兽。这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疯狂，究竟是求道者的执着，还是对命运最极致的嘲弄？原来拓森与亡灵这几千年的恩怨情仇，不过是古神图斯为了突破境界，自导自演的一场我杀我自己的惊天骗局。在仙逆中，表象是拓森这个魔念为了夺回本体图斯的意志传承，满世界追杀那个偷东西的小贼亡灵。这一路上拓森表现得有多疯，被封印在血海无数年，牙都咬碎了，为了抓人不惜自降修为，撕裂封界大阵来到界外，甚至在面对亡灵时，那种恨不得生吞活剥的眼神让所有人都觉得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复仇疯子。但在这疯狂的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极度的恐惧。拓森为什么这么急？因为他感觉自己像个没有灵魂的空壳，每过一天，那种我不是完整的人的焦虑就在折磨着他。他必须找到传承，不是为了变强，而是为了填补那个灵魂深处巨大的空洞。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逻辑上的 bug？ 如果拓森真的只是一缕被抛弃的魔念，他凭什么能拥有8星古神的肉身？凭什么能修炼出分神？甚至凭什么能在融合了图斯的记忆后，不仅没消失，反而主导了身体？这根本不符合逻辑，除非那个所谓的魔念身份本来就是假的。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那个被所有人忽略的起点——末流分神术。吾名为古神图斯，妖神拓森，是吾早年从识海中分出的一缕邪念，甚至夺得了吾的秘制传承。吾以残余神识与之对抗，最终不敌。当年的图斯为了突破9星修炼这门禁术失败了，真的是失败了吗？不，我觉得他是太成功了。他成功的把自己的人格分裂成了2半，一半是拥有力量但失去记忆的肉身拓森，一半是承载着理智和记忆的传承。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这就好比一个已经满级的绝世高手，为了突破系统的等级上限，选择自废武功，把自己变成一个白痴，然后从头开始重新练级。只有当这个白痴再次修炼到巅峰并找回记忆的那一刻，他才能打破原来的天花板。所以拓森根本不是什么魔念，他就是那个把自己记忆封印了，正在地狱模式里练级的图斯本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拓森对传承那么执着，那不是贪婪，那是潜意识里的回归本能。他必须找回那另一半自己才能完整。而亡灵就是那个意外闯入这场单机游戏的 bug， 他抢走了传承，等于抢走了图斯的半条命，也抢走了拓森变回正常人的希望。所以拓森的追杀看似是仇杀，实则是本能的求生。当结局时，亡灵把传承还给拓森，拓森选择融合的那一刻，图斯复活了，但拓森的记忆也在。他对亡灵说：“你助本神，末流分神术大成。”这一句话彻底实锤了真相。原来这几千年的折磨、追杀、疯狂，全都是图斯为了修炼这门神功所付出的代价。他在用几千年的时间演了一出自己折磨自己、自己追杀自己的苦肉计。看懂了这个真相，你再看拓森，还会觉得他是反派吗？这是一个为了追求至高境界，敢于把自己撕裂成2半，敢于在这个残酷世界里把自己变成疯子的求道者。这其实挺让人震撼的。我们常说不疯魔不成活，图斯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想要突破那个不可能的极限，你就得先敢于杀死现在的自己，哪怕过程再痛苦，哪怕会迷失几千年，但只要最后能找回那个更强大的真我，这一切疯狂就都值得。